那你用脆的时间真的很长已经超越 IG 了。对啊。然后你没有用 YouTube， 有点很少。他刚那个表情有点厌恶，就是。那你平常有在用 Threads 吗？或者脆？会看一下嘛，因为不懂就问脆嘛。那你平常会发很多限动？以前，现在比较少，因为现在没有精选，到了就没意义了。哦，那再问一个我们先前就会问的问题啊，如果追你的男的是用 Android？ 哇。好，我们今天来到信义区呢，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在信义区的人，他们手机使用的习惯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社群上面使用的习惯，那我们想知道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前3个最常用的 App 是哪3个？然后我们同时也会解释他们手机的使用时间，看看实际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那其实我们上次访问就发现，很多人对自己的认知啊，平常使用的 App 跟他们后来实际看到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差异。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也要看说，到底现在社群的使用习惯是不是有从IG、YouTube 转移到 Threads 上面啊，或是有转移的话，他们最常使用的是什么？那再来是他们手机使用像这些表情符号，是不是还是现在年轻人习惯使用的这些？那我们今天会希望找到各种不同族群的人，然后看看我们得到答案是怎么样。那最重要就是踏出我们舒适圈啊，看看他们外面的人到底是使用手机的习惯到底怎么样。OK， 那我们就去访问吧。那请问你们是学生啊，从事什么行业？现在是大学生，都大学生。大学生。我们还是高中生。哇，你们打扮得非常的成熟。我学生。我现在刚毕业，兼职而已，在服饰店兼职。我目前硕士刚毕业，然后刚回台北，还在找工作。交通运输产业。看着那个是奥迪吗？你在指着那个？哦，不是。健身业，健身教练看得出来，看他这个身材。OK， 对，这么冷，然后穿无袖在外面。对，要发传单，打工，特别把它脱掉让我们看一下，对不对？我们要穿制服啦，外面老板知道。对。那我们就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平常你觉得你最常用的3个 App 是哪3个？应该分别是 IG 跟 YouTube， 然后可能跟 Line 吧。IG 吧，然后 TikTok 跟脆。IG 应该是最长，我应该是 TikTok 第一个，然后 IG 最后才是脆。IG、Line 跟脆，应该不是，应该是 TikTok。IG、Dcard 跟 YouTube。IG、Line、脆。IG、Line、脆。IG、Threads， 可能还有 Dcard、YouTube、IG 还有 Line 吧。OK，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状况？从设定吗？手机使用时间。Line， 小红书，我第1名是 Line， 第2名是 Instagram， 第3名是小红书。我的前3名是 IG、YouTube 跟 TikTok。刚刚讲的前3名没有 YouTube 哦。对啊，OK， 所以你 YouTube 还是蛮长时间用的。好像是哦。OK， 前3名是备忘录，然后 YouTube 跟小红书。Line、Instagram、YouTube，OK， 所以其实也算接近这样子。接近。第1名是 Line， 第2名是 Instagram， 然后第3名是 YouTube 这样子。那 YouTube 都看什么内容？因为这个苹果爹吗？好，谢谢，没有啦，真的看 iPhone 16最新发布的，iPhone 16，那你有想换吗？有啊，会想换，这个已经快不行了。IG、Line 跟脆 ，IG 脆跟 Line， 哇，你们都对自己使用的这个习惯非常的清楚。因为每天都在滑。我的第1名是 Trace， 然后第2名是 IG， 第3名是 Line。这个是今天，那你用脆的时间真的很长54分，已经超越 IG 了。对啊。然后你没有用 YouTube。对，我没有用 YouTube。我们做 YouTube 的已经要被淘汰了。脸书。你们在脸书上面都用什么？就会加社团啊，然后在上面看一些内容。对啊，这个有点颠覆我们的想象。脸书已经超越 YouTube 他们的使用时间。你也是吗？对啊，我也是。然后你没有用 YouTube。很少。他刚那个表情有点厌恶，就是。有 Spotify，OK， 它的差距很大真的。G Line 跟虾皮，然后可是对第4，然后YouTube 第5，对 Dcard 第6，对。可是它的差距很大，因为它的 IG 是第2名的3倍，所以超常用 IG 超常的一直在滑。第1名是 IG， 第2名是 Line， 第3名是探探。交软体。OK， 对，合理。所以现在就是还在寻找，就交朋友啦，不见得要交对象。聊天什么也可以。对，了解。那你平常有在用 Threads 吗？或者脆 ？Instagram 比较多，脆可能比较少。可是就是有稍微有用过，会看一下，可是不会特别去用它这样。因为不懂就问脆嘛。大概都是那种可能高中生啊，就是 po 日常生活之类的。他们自己日常生活，就那种搞笑生活。
我偶尔就是可能下载回来看一下朋友的近况这样子。他们不在 IG 分享？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脆比较可以抒发一些文字，就是 IG 可能主要是照片这样子。哦，当初朋友们渐渐从 IG 消失，然后都跑到脆上面去 po 文，所以想说越来越看不到朋友的动态，就想说下载一下。所以他们在对上面都 po 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可能现在不太想 po 现实动态，就 po 在 Threads 上面。限动转移到对上面，就只是看最近大家在上面都聊些什么，然后上面最近有什么纷争，有什么纷争，就看别人吵架这样子。对，还有追星啦，追星就是看别人很好笑的影片之类的，也是发一些 IG 可能没有发到的照片。哦，反而会发在脆上面。对，然后会加文字吗？会，还有看那个会破防的文字，很 emo 的贴文。有讲到你心坎。对。失恋失恋这样子哦，韩国idol 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你在上面活跃吗？会自己发文字？发文吗？因为我是同步我 IG， 就是我 IG 的文章，然后会同步一起。直接同步上去了。对。这是第一个问到会愿意同步。真的很多人故意不同步，对。是吗？因为我就想说随便啦，但是脆偶尔会发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就是拿来看一些现在可能。时事的内容，时事也很常在脆上面会看到。对。然后还有一些有的人可能用一些爱用品啊，他们会在上面分享。就是打到我们，我们脑波就很弱，对，就会去买了。对。那这些都是素人分享比较多，还是有特定你们追踪的 KOL？ 没有，就是素人。都是素人。对，就是素人，感觉就可以相信啊。素人的可信度比较高。没错。没有业配。对。所以我脆的那个 profile 照片换成一个披萨。平常用脆，你会用脆来发文？就是发一些废文什么的，对，因为它很方便啊，就是不用想什么，就不用想说，我要想什么文案之类的。因为 IG 如果你要发文的话，你还要发照片，然后想文案。可是如果你用脆发的话，你可以只打文案，不用发照片。想到什么就发。对，想要发什么，像我今天好烦哦，然后发上去。电动不是也可以有照片，就用一个黑底，然后加上文字。但是就是看起来就很像什么情绪，人家会觉得说，他最近又怎么？她最近又跟她男朋友吵架。为什么你朋友在笑？是因为他们常这样发？他们可能都这样发。他们都这样子。因为 IG 比较像是我的，就是想要看起来版面很精致那种感觉。可是脆上面就是我完全不用想说我要怎么样，我就是发上去，就是发上去啊。所以 Threads 跟 IG 的话，那你还是用 IG 比较多。IG 为主。那你平常会发很多限动？以前。现在比较少，因为现在没有精选，放了就没意义了。你看这个 Meta 应该要听到，把它改回来，应该改回来。没错，很多人在抱怨这一点。3到5篇。3到5篇左右，然后这样其实算差不多，算多吧？算还行。不会每天都发，就是可能我今天跟朋友出去，我今天长得很漂亮，然后就会想今天长得很漂亮。对，今天长得很漂亮。对，今天的装扮特别满意。这是拿来看别人的动态在干嘛？对，看朋友在干嘛？对，可能有出门就会记录一下今天长怎样之类的，就看今天的妆容这样记录一下这样。OK。频率不长，就是有可能有出去玩或吃饭的时候才会发，不会每天都有。对，不会每天都发。现在年纪就是渐长之后比较少发文。OK， 那还是会发限动吗？会，还是会。一天大概发多少？我已经有没有快1个月没发？真的吗？所以频率变很低的。我是社群反指标。那你最讨厌看到什么样的限动类型？如果我看到上面已经是一排虚线，我可能就会划掉。反正它会重复推播嘛，就慢慢再看。然后不喜欢的好像还好太常 po 负面的东西的话可能会，但偶尔发，朋友偶尔发还是会去关心，偶尔抒发一下。对，然后永远都是那种超多文字挤在一个页面的那种，可能也会懒得看。emo 文吧，可是如果是我被放在自由里面的话就还好，因为表示他信任我嘛，然后我就会认真看他 po 什么。如果是那种细细麻麻的一堆，然后都是字缩很小，然后黑底的那种就会不想看。负面限动，负面情绪，对，黑白的那种，黑白，然后打文字打很小，抱怨很多东西，没错，这种就直接划掉，可能一天到晚在抱怨自己生活的那种，我就会进城，因为会影响我情绪。就觉得大家都很辛苦，然后你又在那边倒负能量出来，对，就很烦，然后这种就马上直接划掉。对，最讨厌看到哪一种限动？你刚刚指的你朋友啊，现在要不要出卖他们？没有啊，就是
情绪文吧，就是可能真的你刚刚说的嘛，黑底，然后可能字很小，那种就很讨厌。对，然后你要那种截图放大去。对，还有那种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很胖，然后就说最近胖了，然后对镜子拍，然后就你就很胖在哪？像砸手机那种。对，其实还好，我如果一般会加追踪的人的限动，我都会认真看过。OK，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跟追踪的人大概品质都有控制住的。对，就是我不是对随便追踪，不会随便追踪这样子。OK， 应该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很多那种小屁孩发大酒，然后可能会发出那种就是虐猫啊，然后就虐待动物之类的那种，我就觉得很过分。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聊的影片的分享，我可能会直接滑过去。无聊影片就把它跳过去这样。直接滑过去。好像也没有，我平常也没有很认真在看别人的限动。没有很认真看别人。对，都是就是很快速的点过去。就是除非就是特别可能有比较有兴趣，就是或是认识的人，然后才会停下来看比较久一点。我好像也还好，因为追踪的都是朋友。都是比较熟的。对啊。那如果你像你们今天发了一个限动很漂亮，然后有不太熟的人在下面回你说，好美哦，怎么今天没找我或什么之类的，可是你跟他不熟。我要看是谁，我喜不喜欢他之类的。有点陌生。陌生的男生可能说你今天可能发一个穿搭照，然后说他说好漂亮这样。那我可能不会想理他。就不会理他。对啊。对我也是就不会回。我不会回。就不会回。一般都不会。就当没看到。对，当没看到。OK。按爱心。按爱心。双击点赞。所以还是会回一下这样子。就对啊，礼貌性的回一下。那如果他就继续接下去呢？说，那我们明天出来，昨天。但我通常也都是，即使是好的朋友，我好像也都隔很多天才回，所以这种跟太久没回，我忘记他就不回了，埋在下面的。对。可以啊，谢谢。谢。OK， 就还 OK， 感谢。会回复他，可是就很不熟哦。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人家事出善意了，看他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是只是一个正常人，就点个爱心这样。那怎么样的人你会略过？看起来怪怪的，就是礼貌回复一下这样。礼貌回复一下，哈哈，就是有点尴尬。对，就是也是礼貌回复。我会皱眉，先皱眉，我说这个人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去吃饭，他说怎么都没约我。对，就觉得我好像跟你没有很熟，但我还是会回礼貌回，谢谢你们。对啊，因为按爱心，就是说这则回应爱心，对，我有看到，对我有看到，谢谢，对，就好哦，这样的意思，这样应该先回追吧，先回追，交软体。我觉得就是我会蛮感激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人愿意跟你互动，其实蛮难得的啦。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蛮好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跟你互动的话，我一般我都会蛮感谢他，然后我会礼貌性的去回应他。因为我看你是用 iPhone 对不对？是。那你分不分得出来 iPhone 跟 Android 发的限动的差别？不太理解，我从 i4 用到现在，已经 i 到现在了，就是都没换过。一直都是用 iPhone 到现在，应该是看不太出来。对，看不出来。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特别注意这个，绝对看得出来。看字体跟看它的画质就知道了。字吧，打出来文字或是表情符号，字体或者是照片的质感，画质好像有差。我记得 iPhone 不是最近有一个倍速的，就是你影片看得很顺，就是。帧率，我不知道怎么讲，对帧率。OK。然后还有特别亮的话，就那个什么，感觉 HDR 拍的，对。看得出来，那个其实蛮明显的，画质差很多。而且拍那个什么洞吗？那种感觉，如果你用 iPhone 流畅度，它的流畅度就是很清楚。可是如果你用安卓的话，它就是看起来会卡一点。然后字体上其实也不一样。iPhone 的照片就是会比较清晰、比较写实，但是 Android 的话都会糊糊的。还有那个就是会lag，Android 会lag，断的这样子。OK。你朋友有人是用 Android 手机？都是用 iPhone， 没有，都用 iPhone。那再问一个我们先前就会问的问题啊，如果追你的男的是用 Android？他刚顿了一下，怎么会用 Android？Android 拍照好丑哦，真的哦。就是 Android 本身会自带磨皮效果，然后就是会变照片很不自然。反而喜欢看起来比较真实，然后可以修嘛。对。不要已经帮你修。对，我不喜欢。不要修成已经你不喜欢的样子。对。哇，可以吗？对啊，他刚哇。是我没有想过他可能习惯用安卓，那他用，因为我觉得。干嘛要因为他用什么手机去评断他这个人好不好？对，我觉得真的这是真的，就是他喜欢那就他用啊，我没差。他如果说安卓好用，他用安卓的话，我也不会说你要跟我用怎样。对，就只是拍限动不要 tag 你而已。
这样子。没有，不会啊，没有啊，没有啊，对对对，我就你们平常会用表情符号吗？会，很常用，emoji 一定会用。比如说你们打一句话的时候，会不会每一句都会后面标上一个表情符号这样？直接看讯息要很特定的回应，像是如果要讽刺人家的话，就会用。讽刺人家你会用什么表情？眼睛爱心，眼睛2个爱心是讽刺，就觉得是讽刺。还有那个就是笑的那种，笑到哭，笑哭还好，笑哭还好，是那种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微笑，就大鱼小鱼，然后是笑的那个。如果要特别那个强调的话，就会用。现在比较少，用表情符号，那会用什么替代？没有啊，就一样打文字而已。以前很常，现在基本不用。现在基本没有，现在基本不用。为什么？可能以前我比较喜欢聊天，然后现在比较少聊天之外，我觉得男生用表情符号好像。我们要得罪别人，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太表示出你的当下的那个心对 emoji 这样，偶尔会比较尴尬的时候，就是比如每个字后面加一个笑到哭的那种，还蛮长的。什么情况下都会用？也没有到什么情况下，但一般都会用。为了不要让文字看起来很冰冷啊，对，有时候好像因为人家说传文字没有情感，或者是感觉很冷漠，感觉很冷漠，所以用来缓和一下。对，没错。通常会用在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对方在开我玩笑的时候吧，有些话比较严肃，我可能就会用这种笑脸带过。那如果你跟上司讲话的时候，会不会用？我绝对不会用这种。会找死是吗？就跟朋友，对啊，跟长辈，跟我爸妈也会。跟你爸妈也会。那你爸妈也会这样回应你？不会，不会。他们爸妈也会，我跟爸妈也会。他们用 LINE 的贴图这样。贴图。那你最常用的 emoji 是哪一个？只有一个的话，我是爱心眼睛，我是笑脸吧，就是笑到哭的，对，笑到哭的，歪歪的那个是歪歪的吗？而且我会用颜文字，我觉得颜文字也很好用。你不是？但你还是很常用那个歪歪。对，我最常的是用歪歪，是那个笑到哭，然后歪歪歪掉，对，有点笑倒那种感觉。但是他是真的在笑，他真的在笑，因为他很爱笑。笑脸，笑脸。我最常用是那个一个就是的那个表情符号，就是惊讶的表情，就是没有眉毛，然后只有2个眼睛。OK，应该就是那个笑到哭，歪的吗？还是正的？正的。我很喜欢用黑色的，它是黑色的，黑皮，因为黑心啊，就很不爽的时候，我就会，它真的很烦就是够了这样。爱心白色，为什么是白色？因为我蛮喜欢，就是我觉得最漂亮、最好看，无眼的那个，就一条线的那个。就是眼睛是一条闭起来的那个。笑脸那个，笑脸掉眼泪那个，对。笑到哭就是那种笑死啊，有那种。对。笑哭。正的还歪的。或是我也会用反讽意味的，就是眼冒爱心的那种。对。为什么眼冒爱心是反讽意味？我很好奇。就是他做的这个行为很荒谬，然后就是说爱死了、爱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用那个眼冒爱心的 emoji。我都用叉 D，就不会特别再用 emoji， 不太标出来。那你有没有你最讨厌的一个 emoji？ 不会特别讨厌看到哪个，但是我自己最不想用的是一个只有嘴巴的那个，然后脸红红的那个。你觉得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没有，就觉得看了没有很顺眼。好像也还好，太多的话就会打一堆，对，打一堆那种，或是直接用它取代整句话。对，那种就很敷衍啊，对啊。感觉好像那种泪眼汪汪，然后那个不是很开心。那个有时候如果要拜托别人，然后再加一个那个，好像就会觉得不答应他，对，无辜就不答应他，有点小情了，有点。我很讨厌这个，他的脸就是那种，就觉得好像好难解释哦。如果有人在跟你讲正式，或者是他其实是在骂你，然后后面用那个 emoji， 你不会觉得他是在挑衅我吗？什么意思啊？就那个笑哭的脸，那看起来很解。觉得敷衍吗？就是你又不会笑到哭这样。但是他是真的在笑。他真的在笑。我觉得其实表情包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人想要跟你表达什么。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就是他可能要攻击你，他不管传再怎样的符号，你都会觉得他就让你不舒服，就有讽刺的感觉。就算他即使是用了一个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表情符号其实没那么重要，我反而觉得是他讲话的，就是这句话的前后的意思，跟我对这个人的了解。OK， 那我们现在结束我们的访问了。
你觉得是不是得到的结果跟我们想象有点蛮大的差距？你觉得是哪部分有差距？蛮多，像他们手机这个 Threads 的使用习惯，就是我本来以为 Threads 会再多一点，那虽然也是有一定数量的人都有在用，但是没有我想象排名高。但是其实有渐渐的社群转移的现象。有，而且其实 YouTube 就是我们大家都猜想到越来越少人用，那它排名真的有看起来是越来越低的感觉。我觉得很看个人啊，像有人我们有看到有大学生，他们就是还是很常看，所以这个我觉得蛮看个人。但是真的就是总体来讲，平均来讲，它的 YouTube 的排名是有向下掉。那对的话，我觉得反而讶异是它强调很多是 IG。跟 IG 的串联性。对，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串联，所以可能又是同样的人，你本来就有在追踪的人，就有在上面发文。所以像刚刚我们最后访问到的人，他说，因为很多朋友都没有在 IG 上面发文，转到 Threads 上面，所以他就也被迫转移到 Threads 上面，所以可能是两个互抢的这种概念，而又有点互助，所以我觉得就很难去讲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我觉得我们也是随时在观察这个社群的走向，慢慢去看到说我们可能今年访，那我们明年再做类似的访问，看看说大家使用习惯是怎么样。那另外就是 emoji 表情符号，你看 emoji 我们访问下来，我也想问你说，你自己平常打字的时候你会用 emoji 吗？我蛮常用的。你在什么时候情况下会用？其实很熟的朋友不一定会用啦，但反而是说可能跟客户或是跟厂商在沟通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些话，我会觉得文字上看起来有点冷，或是在回复一些事情的时候，或做一些请求的时候，或者说拒绝一些要求的时候有点冷，那你会加一个 emoji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们大家用的使用习惯会变成有很多不同的含义，然后世代的差距可能他们用法也完全不一样。大家对于 emoji 的解读都不太一样。对，它真的很个性化，就你同样一个 emoji 对不同的朋友用，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你那个朋友也了解，你知道对他用这个 emoji 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他原来已经发展出一个自己的语言的这种感觉。那最后我想要检查一下你的 emoji。你最常用的那个 emoji 是什么？好，来直接滑过来让大家看一下，是一颗眼泪掉下来。这应该可能是最近啦，但是真的这两个是我最常用的。你说笑到哭这两个形式我都很常用。你通常什么时候会用笑到哭？在 IG 上面看到别人的限动啊，别人发了一个很好笑的，我可能会回一个那个，或者在跟别人讲什么很好笑的时候，我就回一个那个，或是在回留言的时候。OK， 因为像我常常发很多那种很干的干片，然后观众就会你知道吗？就是也会讲干话，然后我就会回那个表情这样，或打一段话后面回那个表情。然后我没想到我有这个爱心的，我到底什么时候用这个？我都完全不记得。而且你应该是最近用的，应该是最近用，到底什么时候用的？蛮好奇的。对，那大家最常使用的表情符号？对啊，那你们大家的使用习惯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不管是表情符号，或者你们社群使用习惯怎么样，都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或者你们有什么建议的问题啦，想我去那边访问。还有一个我私心很想知道，就是大家觉得怎样的表情符号是最讨厌的？可以留言给我们。最恼人的表情符号，在下面让我们知道。OK，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我觉得算蛮成功的。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我有听说现在小朋友其实好像不是用表情符号了，我的话可能就是一般都是笑哭啊那种 emoji， 可是他们可能会用比较不一样的，他们用 emoji 的意思已经跟我不一样了，有一个深层的含义在后面。对，男朋友传什么 emoji 给你，你会觉得超级讨厌？可能回我之类我也超讨厌而且我觉得这是我跟我男友的默契，就是如果我今天传他也知道现在要吵架了。我会在 emoji 前面加一段话，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就是你可能前面讲什么，你后面再传这个表情符号。比如你要传一段话给你，一点回复都没有，那你就直接传个表情符号，我就觉得这有点没有那么的礼貌。那你觉得有没有表情符号在拜托你事情上面会不会比较有帮助？就是这个手势，双手合十，拜托了。OK， 双手合十，你觉得是拜托还是祈祷还是什么？应该是拜托，应该是拜托。现在我也觉得是拜托。OK。